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來自耐克的 KD6复刻。前掌 Zoom Air， 后掌 Air Max， 非常典型的耐克早期中端籃球鞋的配置。但是放到现在，前后掌都能给到我們氣墊的籃球鞋，除了乐邦的簽名鞋之外，其他真的不多見。而 KD6 這個鞋款對於我個人來說還是有一些意義在的，它是陪伴我大學生涯最後一年的一雙籃球鞋。雖然最後一屆比賽我穿的是 Hyperdunk 2011 Elite， 在打到第4場比賽的時候還崴了腳，這也是我為什麼特別不喜歡 HD 2011的最主要原因。而 KD6 在那一年擔任的角色更多的是訓練時的夥伴，輕質的重量，出色的抓地，優秀的強度，拔群的緩震。只是作為超低幫籃球鞋的先驅，在那個時候穿上這樣一雙鞋幫這麼低的籃球鞋，心裡真的會不太放心。而現在10幾年後的今天，我再一次穿上這一雙鞋，還是那個味道。本期視頻由您的點讚贊助播出。這一次復刻版本的 KD6 在腳型適配方面會跟科比8代有點相似，鞋楦略微偏窄，但是內長稍稍會有一些偏長，對於寬腳並不是特別友好。而且因為 KD6 用的是這種全熱熔的鞋面，鞋面的延展性會比科8低不少，所以對於腳型的適配並不廣。我會更加推薦正常腳型或者是窄腳的兄弟們去進行選擇，寬腳或者是微寬腳的兄弟們就盡量不要去考慮了。而至於尺碼的選擇，只要你的腳不寬，那就正常選就行。我平時耐克穿 42.5， 李寧穿42，這一雙鞋我選擇 42.5， 非常合適。雖然內長會稍微多出那麼一點點，但是兩側的包裹恰到好處，鞋面與雙腳能夠完美貼合。不過有一點大家必須要了解到，就是這一雙鞋你是必須要花一點時間去進行磨合的，不管是鞋面還是中底，可能你初上腳的時候会覺得哇，這一雙鞋的鞋面又硬又硌，還有點掉跟，中底也是硬的要命，一點腳感都沒有。別着急，穿2場就好了。就算你體重比較輕，在5場球以內，也一定能把它磨合好。而在磨合完成之後，你會發現整一雙鞋都變得完全不一樣了。鞋面跟雙腳的貼合度會變得非常高，也完全不會有任何彎折點卡腳或者是鞋面磨腳之類的舒適度方面的問題。不過因為它的鞋舌比較薄，在拉緊鞋帶之後，鞋帶勒腳的這個問題還是挺嚴重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可以去解決啊？我能想到的就是打腳或者是佩戴護踝，其他好像没有什麼特別好的辦法去解決這一個問題。當然，它的鞋面在除了這個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問題也會比較嚴重，就是它的鞋面可以說是完全不透氣的。雖然鞋面材質比較薄，但也就是因為它的鞋面材質偏薄，沒什麼填充，腳出汗了之後只能靠襪子來吸收汗液，球鞋幾乎吸不了汗，加上這種熱熔材質鞋面本身就不怎麼透氣，鞋面上又幾乎沒有透氣孔，穿它打球真的特別悶腳，打完球襪子幾乎全部濕透，汗腳甚圈。那除了這2個問題之外，它的鞋面就基本無懈可擊了。靜態包裹出色，動態鎖定也同樣優秀。在變向的時候，雙腳在鞋內不會出現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時候，也完全不會出現頂腳趾或者是掉跟的情況。與此同時，它的鞋面強度也特別棒，不管做什麼動作，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而且因為我以前穿過這一雙鞋並且是長時間穿着，對於它在後期的實戰體驗也比較了解。KD6 在後期幾乎不會有衰減。不管是鞋面還是中底，它的支撐、它的包裹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下降，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比較喜歡這一雙鞋的比較主要的一個原因。而這一次穿和10幾年前穿在體感上最大的不同，其實不是來自腳底下的球鞋，而是我自己變了。我記得非常清楚，10幾年前我第一次穿上 KD6 的時候，我會覺得，哇，這一雙鞋的鞋幫真的好低啊，完全沒有一點安全感。而現在上腳之後完全沒感覺，就感覺它是一雙非常正常、非常普通的低帮籃球鞋，跟其他低帮鞋沒什麼不一樣。因為那時候大家也都知道，除了科比系列之外，其他的籃球鞋基本上還是以高幫為主。即使是科比的系列，鞋帮也不至於會那麼低。而且科比的籃球鞋雖然在外觀上它的造型是低帮的，但是他們都會比較注重穩定性。而 KD6 算是我穿過的第一雙以靈活性為主的超低帮籃球鞋，可能也是籃球鞋歷史上的第一雙。
它的外底造型並不寬大，而且四周都會比較圓潤。雖然球鞋外側也同樣有一個防側扳腳，但是這個防側扳腳的功效也僅只限於防側翻，對於穩定性沒有太大的幫助。穿這一雙鞋打球，你會覺得腳底下特別靈活，不管是在變向的時候，還是在做一些切入動作的時候，它的中底都能很好的貼合住我們的雙腳。球鞋的內外側彎折都十分絲滑，中底能給到我們十分出色的鞋腳一體性，而且它後跟的 Max 氣墊也提供給了我們出色的後跟觸地感受。Air Max 大家可能第一印象都是硬，是踩不動，对吧？但是 KD6 身上的 Max 是為數不多我能穿出腳感來的一個。雖然它不像 Zoom 一樣有着那麼大的形變空間，但是吸震效果真的非常棒。我190斤的體重，在單純使用脚後跟着地的時候，並不會有特別明顯的震腳感，能明顯感覺到它的後掌氣墊給到了我們明顯的減震效果。而且 Air Max 的四周並沒有气柱的覆蓋，所以四周的形变空間還是比較大的。在我們使用後跟制动或者是蓄力起跳的時候，後跟的觸地感受非常棒，而它刚性較強的中段也能很好的将力傳导至前掌，整一個從後跟過渡到前掌的過程都會特別絲滑，不會有任何的斷層感。而且它的鞋頭上翹幅度也會明顯比科比系列來得更加激進，不管是滾動感還是跑跳體驗，它的表現都會更加出色。雖然它同樣並沒有使用什麼前叉的板材，但是對於運動表現會有一定的加成。各位身體素質炸裂的運動男孩們，這一雙鞋你們應該會喜歡。但是超低幫的設計，加上偏向於靈活的中底，再加上後跟四周有着不小的形變空間，這些都意味着你必須要有不錯的腳踝力量，才能穿它去肆無忌憚的做動作，才能真正的駕馭它。我自認為自己的腳踝力量還是不錯的，但是如果真的要穿它去打一些有強度的比賽，那我一定會打腳，不然心裡面還是會有點發虛。雖然我最近穿這一雙鞋確實也沒碰到過什麼穩定性方面的問題，但是因為10幾年前在穿這一雙鞋的時候，確實也是沒少崴腳。雖然我特別喜歡這一雙 KD6，但是我個人內心裡面對於它多少還是會有些忌憚。而至於它的中底重心並不算特別貼地，算是一個中等的重心高度，場地感並不是特別出色。如果你是薄底快靴的忠實擁躉，一定不會喜歡這一雙鞋的中底體驗。不過雖然它並沒有特別貼地的中底但是反應性表現卻非常棒。中底的 Phylon 調教偏硬，並且在前掌還有 Zoom 氣墊的加持，在發力蹬地的時候，腳底下的反饋非常直接，非常乾脆。而且在氣墊踩開了之後，你也能明顯感覺到來自前掌氣墊的出色反饋。在蹬地的時候，前掌會給到我們一定的力反饋。追求第一步爆發突破的兄弟們，應該會喜歡它的中底所帶給你的感覺。中底刚性也同樣特別出色，能夠胜任任何強度的球局。在做一些側向急停或者是在防守受到对抗時，它的整体姿態都能保持得非常好，不會出現誇張的形變。注重球鞋強度的兄弟們也可以放心選擇，不管是鞋面還是中底，強度都特別棒。而且到了後期也不會有什麼特別明顯的衰減，真的很不錯。而它的外底我同樣也可以給到夯。雖然我元年穿的是那雙10色橡膠大底版本那雙鞋在我記憶當中就沒有碰到過什麼抓地不夠用的情況，頂多就是在有灰塵的場地上需要我們時不時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僅此而已。抓地是非常出色的，而且幾乎不挑场地。而這一次的復刻版本，因為全明星配色是首發，我上來就買了，也沒考慮太多。虽然它是這種半透明的水晶底，但是抓地也同樣非常可靠，在乾淨的室內场地上止滑效果非常棒，在急停的時候不会有太長的制动距離。不過耐磨的話就比较一般了，外底的紋路還是挺細的，要在外场肯定堅持不了太久，我還是建議大家只在室內的木地板上面使用。KD6 亞當球鞋主观评级 S 減，輕質的重量，優秀的抓地，出色的強度，拔群的中底體驗。只要你有不錯的腳踝力量，那它對於你來說一定會是一雙好鞋。在這一雙鞋身上，除了鞋帶勒腳和透氣性不是特別出色之外，其他方面的表現都非常頂。如果将來它的價格能夠降到跟現在 KD4 差不多的價位段，那它就是在500左右这一個價位段跑跳型外線的最佳口糧鞋。12年前我就非常喜歡這一雙鞋，而12年後的今天，當我再一次穿上這一雙鞋，大學士的畫面一點一點又出現在了我的腦海裡。每一次訓練，每一次比賽，每一次在田徑場偷懶，每一次在力量房較勁。12年過去，曾經的隊友們現在都各奔東西，很難再聚到一起。但是只要有機會再相聚，我們依舊會跟在學校裡那會兒一樣，放下煩惱，開低俗的玩笑，嘻嘻哈哈，打打鬧鬧。這裡是亞當球鞋，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Peace。